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周一在宁夏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正式拉开帷幕。军演动员中俄1万余名军人，还出动飞机、火炮以及装甲车辆等关键装备，锻炼中俄参演部队的联合预警打击能力以及电子战能力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派遣了5架苏30 SM 战机参与这次军事演习。这次是外军首次参加中国的年度战略演习，体现了中俄合作水平的提升。周一，在宁夏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中俄两国国旗高高飘扬，中俄两军地面方队威严伫立。演习开始仪式上，两军参演官兵按作战编成编组13个地面方队、2个空中梯队接受沙场检阅。随后，联合指挥部指挥员、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刘晓武、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员、俄军东部军区副司令诺苏列夫分别致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宣布演习开始。我宣布，西部联合2021演习现在开始。外界注意到，开幕式上，中方除了出动常规的歼11、歼16等机型以外，歼20更是压轴登场，这也是该型战机首次参与联合演习。此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俄双方参演官兵总数达到1.3万人，投入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400余件。演习将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合练，共同检验和提高部队联合侦搜预警、电子信息攻击、联合打击清剿等能力。正式演习前，中俄双方已经开展了多日的熟悉装备核训。从公布的相关视频来看，在演习前的联合训练中，在中方官兵指导下，俄方相关参演官兵学习并测试使用了解放军部分重型装备，其中包括08式步战车以及11式装甲突击车。同时，为让参演俄方官兵尽快熟悉解放军装备，在重装训练中，中方还特意为俄方官兵准备了详细的俄语版装备操作手册。对这种重型装备的深入交流学习，在各国间的联合演习中极为少见。为了让俄方能够尽快掌握我们的新型装备，前期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了学习计划，教具，我也在俄罗斯与他们同台竞技。装甲突击群参演的装备类型多达数十种、100十辆，再有作战要素全。此次我们全要素演练，旨在进一步锤炼合成作战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俄东部军区5架苏30 SM 多用途战机专程前来参加演习。周日，俄罗斯苏30 SM 多用途战斗机机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机组人员一起完成了联训科目。从飞机的编号可以看出，这些飞机隶属于俄东部军区的第120独立近卫歼击航空团。2015年10月，俄军介入叙利亚并成功扭转战局。第120独立歼击航空团正是首批参战的部队。该团的红色26、红色27、红色28、红色29号等4架苏30 SM 开赴叙利亚作战，历时约1年，主要担负空优任务，但很多时候也会携带包括对地武器兼职对地打击。2018年11月，普京签署法令，称鉴于对于该团人员在敌对行动中为保卫祖国和国家利益在武装冲突中表现出的突出英雄主义、毅力和勇气，并考虑到他在和平时期的功绩，授予第120独立歼击航空团近卫称号。该团番号自此改为如今的第120独立近卫歼击航空团。巧的是，红色26、红色27这2架曾经赴叙利亚作战的苏30 SM 也参加了此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方可以在实战经验方面多多与俄方交流。苏30 SM 战斗机相当于苏30 MKI 的俄罗斯国产化升级版本，装备有俄罗斯本国的电子设备。它的战场定位是一款标准的多功能战斗机，将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功能有机结合。这款战机机身上有12个外挂点，能够搭载的重量则能达到8吨。苏30 SM 对海陆空的打击能力都十分强悍，在对空执行任务时，苏30 SM 能够装载 R27、R73以及 R77等多款弹药。说苏30 SM 必然是俄罗斯空军整个俄罗斯军队未来执行我们说一种多用途作战，
尤其是执行比如反恐的这些相关任务的一个主要打击力量。那么在演训里面，更多的去跟这款战机进行一个配合或者是对抗训练，那么有助于中国空军在未来在联合作战里面去跟苏30 SM 更好配合。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手中有很多苏30系列的飞机，你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印度，那么吃透苏30 SM 呢，那么中国空军在未来，比如说面对苏30 MKI 的时候，你就有的放矢，那么对它的优势和劣势呢，你的了解更清楚，那么你在作战之中呢，才有可能会这个事半功倍。此次演习从规模以及装备类型、数量均已达到战略战役级别。演习持续5天，将于本周5结束。届时，中俄双方国防部长将亲临现场进行观摩。有观察认为，这次西部联合2021联合演习创下4个首次。首先，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联演联训活动。其次，中国军队首次邀请外军入境参加中国年度战略演习。第三，这是俄罗斯军队首次进入位于宁夏的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参加演习，这表明中俄两军之间的信任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公开报道显示，在和平使命2009期间，俄罗斯进入到吉林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在上合组织和平使命2014军演期间，俄罗斯也曾赴内蒙古自治区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参演。第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首次因为军演到访中国，证明此次演习的意义非同寻常。在此前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中部2019演习举行之际，魏凤和曾率团赴俄观摩。观察指，演习拓展了中俄两军联合反恐作战领域深度，展示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体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以及两国高度战略互信和务实交流协作的新水平。这次演习既是对我们联合作战训练的检验，也是与俄军相互学习、交流、切磋的平台，更是一次提升我们实战化技能、创新战法训法的好机会。作为我军新质作战力量，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向世界展示我们新时代的陆航力量。分析认为，中俄联合军演举行的时机选在了美国以及北约部队仓促撤离阿富汗之后，而选址在中国宁夏，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维护地区稳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西部联合2021演习周一上午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为期5天的中俄联合演习都有哪些看点？体现了中俄两军怎样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的，美西，要论一场演习的看点，我们得先从演训场开始说起。场地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可供多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展开。此次中俄联演是在位于宁夏贺兰山下的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进行。这个基地属于我军西部战区有名的大型野战训练场，地形以荒漠丘陵为主，面积较大，这意味着它有利于炮兵单位演练实弹射击。以往解放军陆军一些单位每年都会在青铜峡展开以火力为代号的年度实弹演习。据我了解，此次演习在火力突击阶段，参演部队的炮兵集群将会发起密度极高的饱和式火力集袭。每分钟落弹量将达到上百发，充分体现解放军陆军火力至上的战术理念。另一方面，我们要看这场演习的响定背景。据国防部介绍，此次演习以中俄两军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课题，这意味着演习的假想敌可以是一股恐怖主义势力，也可以是一支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境外武装力量。这样的演习响定，无疑体现了中俄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于军事协同的具体表现。再来看演习的指挥体系与科目设置。演习导演部由中央军委成立，将主导演习全要素、全流程，设置科目类型，调整科目难度，还会临机增设附加题，是出卷人。导演部之下就是联合指挥部，具体负责中俄两军参演兵力的指挥协调，具体战斗指令的下达是答卷人。这场演习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联合筹划，
中俄两军将合帐筹划，顾名思义，就是两军指挥参谋人员将在一个指挥帐篷里对战役实施进行提前谋划商讨。这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军在战役战术指挥层面的高度融合。第二阶段是陆上进攻，中俄两军将实现混合编组并肩突击。最大的亮点是俄军将使用解放军的地面装备进行作战。据了解呢，这也是俄军首次成规模、成体系使用解放军装备进行演习。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环节呢？它有着怎样的战术背景？又存在哪些困难需要克服呢？在和平年代的军事训练中，军事强国都非常讲究人对装备的适应能力。说的直白些，就是你的士兵必须是学习型军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一个陌生装备的驾驭能力。因为在战时的危机条件下，陌生的装备摆在你面前，行你得上，不行也得上。实际上，为了让俄军更好地适应我军装备，此次演习导演部专门有一支带着俄语翻译的教官团，手把手教俄军官兵使用解放军的这个武器装备。此次俄军参演单位是来自东部军区的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他们在国内的主战装备是履带式步战车，来到中国之后，他们需要驾驶的是解放军的大八轮。从机械杆式操纵到方向盘式操纵，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在我们教官团的耐心教导下，俄军现在已经熟练掌握了相关技巧。实际上，在去年的高加索20演习当中中方参演部队也成规模使用了俄军的主战装备，这当然体现了中俄两军的高度互信。学会驾驭陌生装备是一种能力，能够教会别人驾驭陌生装备也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战斗力。据演习导演部介绍，此次中俄联演将着重锤炼双方部队合成作战能力。那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合成作战的含义？所谓合成作战，就是将战斗勤务、技术勤务、后勤保障等多要素聚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的新型作战方式。它讲究的是多种作战力量的融合，多种任务形态的遂行，多种指挥方式的变通。自军改以来，合成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机动作战基本单元。一个营级战斗单位可以配属在团级或者是旅级单位之下，能够单独遂行战斗任务。合成营又下辖多个角色分工的连。前几年我作为记者探访朱日和基地的时候，蓝军旅的一位营长告诉我，现在的合成营营长压力不小，要同时掌握步兵、装甲、炮兵、通信、雷达、电子对抗等多个专业。营长手里可调配的战斗资源丰富了，自然就要懂得更多。此次中俄联演模拟的就是一次以合成营为基础展开的丘陵荒漠地带的空地协同进攻。中俄参演的2个步兵营还得到了西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的炮兵旅、防空旅、陆航旅的力量配属。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天展现在世界面前的将是一次解放军新制作战力量的综合演示。此次担纲主攻任务的合成营他们来自西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有着“金刚钻”代号的红军旅，这是我们的英雄部队。让俄军官兵近距离观摩体验解放军王牌部队不轻易示人的看家本领，这就是中俄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充分体现。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